如果问谁是美国最神秘的战机，估计各位都能想到 YF-118G、SR-71A-112、女武神这些比较有名的飞机。但火力军要说的是 D-21 无人侦察机才是隐藏的王者，被称为无人版黑鸟，保密程度比黑鸟更高。美国在2019年才公布跟 D-21 有关的解密文件。那么 D-21 性能到底怎么样呢？当初美国研发时都遇到了什么问题？D-21在当年可以用最强来形容，其采用了大量的先进技术，比如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整体式冲压发动机以及早期隐身涂层。在1970年代初期，包括美国自身在内，任何防空武器都无法击落 D-21。使用方式也很简单，在执行任务之前，地面人员会根据 D-21所要侦察的目标进行路线和时间的设定。执行任务时，装载有侦察设备的 D-21先由大型母机携带飞行。在靠近对方防空地带的公海上空，由母机释放。无人驾驶侦察机离开携带母机后，利用自身的冲压发动机，以超过3马赫的速度飞向目标地区。之后，飞机上的侦察系统自动工作，情报收集之后飞回公海，对指定地点空投装有照相胶卷的密封回收舱，对接在那里等待的 C-130回收部队，获取相应的情报，然后飞机自毁坠落大海。在此期间 D-21无法规避任何的攻击，任务成功与否只能寄希望于那 3.5 马赫以上的飞行速度和 2.5万米的飞行高度了。当然，那个时期的防空导弹性能一般，没办法击毁 D-21，只是很可惜，虽然 D-21的技术最强，但只执行了4次任务之后便香消玉殒了。美国研发 D-21的原因其实是为了取代 U-2。上个世纪60年代，美国的侦察机基本上有事没事都要跑到苏联领空侦察情报。当时的 U-2各位都知道，高空高速飞得肆无忌惮，苏联根本拦不住。只是后来苏联的萨姆2升级，击落了一架执行侦察任务的 U-2，飞行员被迫跳伞逃生，落地不久被俘。侦察敌方情报这事儿，大家都是看透不说透，但是被人抓到证据就有点尴尬了。所以美国之后暂停了对苏联的侦察活动，这事儿也导致了美苏这对表面兄弟的关系彻底破裂。当然，出事归出事，情报侦察不能断，但是美国为了避免再出现这种情况，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空军向抽油工厂下达了一个飞行器开发任务，设计一款无人侦察机，飞行速度超过 3.5 马赫，飞行高度在 2.7 万米到 2.9 万米，航程不低于5000公里，并以此来替代 U-2。这时候的臭鼬工厂已经开始测试 A-112侦察机，也就是 SR-71黑鸟的前身。巧的是 A-112的所有数据基本上都接近军方的要求，不过 A-112是个有人侦察机，本身太大，设计太复杂，不太适合直接改装成一种小型无人机。不过设计思路与技术可以复制过来，所以臭鼬工厂的初步设计就是在 A-112的基础上研发一种小型无人侦察机。于是在1962年，高空高速无人机研制项目正式启动，初期编号为 Q-12，属于绝密项目。想要研发高空高速飞机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发动机。 A-112用的 J58 发动机虽然性能足够，但是太大太重，不太适合 Q-12，而且 3.5 马赫的速度，凭借当时列装的普通航空发动机根本不可能完成。于是臭鼬工厂盯上了波音刚研发的 ZIM-10，这不是战机，而是一款地对空导弹，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 2.8 马赫左右。这款导弹除了一部分液体火箭发动机之外，还有2台马夸特公司的 RJ43MA3 冲压发动机，目的就是让导弹可以在高速飞行时获得更大的推力。虽然这个想法不错，但是这种发动机的性能只有在飞行速度达到3马赫以上才能发挥出来，而且导弹这东西只需要飞行几分钟，而 Q-12至少要在空中飞行 1.5小时。于是美国军方出手，双方合作改造，最终成果就是 Q-12的 RJ43MA11 发动机，同时决定由 A-112作为母舰携带无人机。A-112本身就具备高速飞行能力，可以为 Q-12提供起飞所需要的速度。为了这个项目，臭鼬工厂特地设计了 A-112的双座版本，同时设计了 Q-12的外形。
其基本延续了 A12的设计，外形箭头状，看起来像是一台 A12的驾驶舱，配上缩小的三角形机翼和垂直尾翼，因为是无人驾驶，尺寸小了很多。机翼展 5.8 米，翼长11.3米，三角翼布局，整机深翼融合，没有水平尾翼，没有起落架，采取机头进气，跟当时苏联设计的飞机有点像。最终在1963年，项目正式确定，代号为标签，无人侦察机的编号由 Q12改为 D21，由 A12改装后的母舰命名为 M21。在发射前 ，D21 架在 M21 的背上 ，M21 在高速飞行时以弹道弹射的方式将 D21 发射出去，然后 D21 抛弃机首和机尾的整流罩，发动机点火开始加速，通过事先设定的飞行路线进行侦察活动。首批 D21 共制造了6架，用于进行各项测试。1966年3月5日 ，D21 进行首次发射试验。D21 在发射之后，仍在 M21 母机的背上停留了几秒钟才飞出去。D21 飞行了几百千米后坠毁。总体而言，试验挺成功的，但是空军和中央情报局却并不满意。随后 D21 改为由 B-52 轰炸机挂载发射的方案，并捆绑固体火箭助推器，将 D21 加速到其冲压喷气发动机能够工作的速度。1966年4月 ，D21 进行第2次发射试验。虽说飞了4000公里后因为系统故障失踪，但作战高度达到了27400米，飞行速度达到了 3.3 马赫。1966年6月 ，D21 进行第3次发射试验。首次全程飞行测试取得了成果，但侦察设备没弹出来。1966年7月，在第4次测试时，因为母机分离时 ，D21 速度未能达到要求，两机的速度差让它将母机的机尾撞毁，自身也因此损毁。这次事故后，美国将 D21 的母机改为 B-52，计划在 B-52H 的机翼下挂载2架 D21，也就是高级湾计划。为了从低速飞行的 B-52H 上发射，在 D21 机体下加装了一台比 D21 本身还大还重的固体火箭助推器。改装后的无人侦察机被称为 D21B。1967年9月，B-52H 携带 D21B 进行了首次发射试验，助推器顺利点火，但是 D21B 却从外挂架上掉了下来。之后，美国在1967年到1968年1月又进行了3次试验，都以失败告终。到1968年4月再次失败后 ，D21 被迫返工，回到了设计图纸阶段。直到1968年6月16日 ，D21 无人侦察机 B 型的飞行试验完全成功。之后就是在失败成功中2选1，到最后 D21 的12次发射试验有8次失败，成功率远小于50%。这等于说 D21B 还没成熟，但是美国空军和中央情报局已经等不及了。D21B 跟 A12 一样，急匆匆地披挂上阵，于1969年服役，开始对外执行侦察任务。单从使用方式来看，火力军只能用2字形容：无敌。B-52H 释放 D21 后，无人机迅速上升到24000米以上，速度保持在预定 3.4 马赫。到达巡航高度后，抛弃助推火箭 ，D21 由点燃的冲压发动机推动，保持平飞。航行程序系统可以预先设定航迹，并以预定速度飞行。一旦到达目标上空，照相机开始工作，到预定时间关机，然后返航至预定空域。D21 没有设计回收功能，侦察设备和制导系统都装在机头下面侦察设备舱，拍摄完成的胶卷则会被储存在特殊的胶卷罐内。当飞机撤离到安全区域内，胶卷罐会自动弹出，由经过特殊改装后的 JC-130B 飞机从空中回收，与美国空军回收间谍卫星胶卷舱的方法一样。D21 在投下可回收容器后便自动爆炸销毁。就侦察方式来看 ，D21B 想去哪去哪，毫无危险。但是其最终结果很一般，只执行了4次任务，并且全部失败。1969年11月。D21B 首次执行侦察任务，结果在目标上空没有掉头，继续执行，最终燃料耗尽，在苏联拜克努尔附近的基尤拉塔姆地区自毁。苏联还打算给图波列夫复制，但计划不了了之。1970年12月16日 ，D21B 完成预定侦察任务后成功返航，但侦察设备舱的降落伞没有打开，从1.8万米高空直接坠入大海。
1971年3月，D-21B 执行第3次侦察任务，一切顺利，但在海面最后回收侦察设备舱阶段时，空中回收失败，舱口落入水中，因为风浪原因没有打捞成功。1971年3月20日，D-21B 执行第4次，也是最后一次侦察飞行任务，飞行途中失踪。之后 D-21也就没再执行过真正的侦察任务了。同时，因为高分辨率卫星的使用，性能不太可靠的无人机暂时没了用武之地。到1971年7月，D-21B 的高级晚计划宣布取消。D-21无人侦察机共制造38架，其中6架为 D-21A 型，另有2架改装成 D-21B 型，32架 D-21无人机 B 型，飞行用掉21架，其余最初存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诺顿空军基地。虽说 D-21 4次都折戟沉沙了，但我们并不能否认它的性能。D-21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没有被击落过，其外形符合隐形原理。加上机手与机翼前缘使用特殊胶卷，可以减小电磁波反射，雷达横截面很小。当然，这并不代表 D-21不会被探测到，它是超音速飞行。当 D-21B 以3马赫速度飞行时，机体蒙皮温度可以达到700度，冲压式发动机的喷气流温度达到了1500摄氏度，红外辐射非常强烈，而且当时的隐身涂层很脆弱，在3马赫和700度的高温下很容易失效和脱落。后来的 F-117和 B-2都是亚音速飞机。至于地面雷达发现 D-21B 的情况，我们可以从其前辈 A-12与 SR-71的战绩看一下。之前在越战的时候，苏联的萨姆2确实能发现 SR-71，但是 SR-71的飞行速度太快，很快就能脱离导弹攻击范围，几十枚导弹干不下来一架。同理 D-21B 也能被发现，但是当时的防空导弹没办法对付这种高速飞行目标。值得一提的是 D-21B 退役之后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， NASA 就曾根据这款飞机改造出了 X-43A 无人试验飞机。在1990年代后期，美国宇航局考虑使用 D-21来测试基于火箭的混合动力联合循环发动机。该发动机根据其飞行状态作为冲压发动机或火箭运行。最终，美国宇航局使用了 X-43A 的衍生产品进行实验，而军方在立项之初其实还看中了它的另一个特点，那就是有类似巡航导弹的潜质。当时巡航导弹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 ，D-21的本质和巡航导弹没有太大的差别。这次项目既满足了自己侦察的需要，还能考察高速巡航导弹的能力，一举两得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 D-21B 的问题出在哪里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